波罗的海舰队遭遇乌军袭击，继黑海之后，波罗的海成为新战场。爱沙尼亚为乌克兰找来新炮弹，100万枚弹药从哪儿来的？欧洲战机工业迎来巨变，法德 FCAS 与英日暴风合并计划。黑海舰队瘫痪之后，乌克兰将目标换成了波罗的海舰队。4月8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驻扎在加里宁格勒的谢尔普霍夫号在4月7日发生火灾，严重受损。基辅邮报报道，起火事件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造成的，并且是在谢尔普霍夫号内部点火。目前该舰已经瘫痪，并摧毁了谢尔普霍夫号的通信以及自动化功能，维修将需要很长时间。这是乌军首次袭击波罗的海舰队，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谢尔普霍夫号算是俄罗斯最新的导弹艇，该艇采用隐身技术，具备垂发能力，可发射口径或搞玛瑙反舰导弹。2015年下水1年后就被派到地中海执行实战任务，同年又被部署到波罗的海地区，此次被乌军重创，只能说俄罗斯真的快要完蛋了。黑海舰队被打成残废，舰队司令和海军总司令被换，现在波罗的海舰队又被盯上。假以时日，恐怕俄罗斯海军能瘫痪大半。相比于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处境更加艰难。黑海地区属于乌俄双方的战斗，而波罗的海属于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同时，因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完全可以说波罗的海已经沦为了北约湖。此外，在波罗的海上空，德国台风战机再次拦截俄罗斯侦察机。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7日报道，4月6日，德国台风战机从拉脱维亚基地起飞，拦截了俄罗斯一架飞越波罗的海的伊尔-20。重点是这架伊尔-20关闭了应答器，呼叫和沟通完全不起作用，只能物理拦截。俄罗斯的这一举动似乎在试探北约的底线。只可惜现在的波罗的海，俄罗斯已经闯不过去了。北约在2024年年初就表示，北约在欧洲各地的空军在2023年紧急起飞300多次，以拦截接近北约领空的俄罗斯军机，而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波罗的海上空。除此之外，在4月8日，德国兑现承诺，向立陶宛派出一个旅，大约有5000名士兵。目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北约在东翼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在援助方面，爱沙尼亚为乌克兰找到100万枚炮弹，这下乌军是彻底不缺弹药了。德国虚报援乌金额。4月8日，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实际的援乌金额并不多。虽然说德国总理舒尔茨多次表示，德国在对乌军事援助上已经拨款280亿欧元，但是根据德国议员英格·格德亨斯的计算，截止目前，德国仅为乌克兰花费102亿欧元，部分资金不是德国直接援乌，而是由欧盟分配。会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其他国家和武装德军。此外，部分援助计划到2028年才会完成，所以目前德国对乌援的资金不到舒尔茨提及的一半。塞尔维亚购买阵风。4月9日，美联社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在2个月之内签署一项购买12架阵风战机的协议。塞尔维亚媒体估计，整个协议的规模约为30亿欧元。其实从克罗地亚以10欧元的价格购买12架二手阵风战机之后，塞尔维亚一直在考虑购买新的阵风战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塞尔维亚的战机都是俄罗斯提供的。目前塞尔维亚空军的主力就是米格杠29，战力已经落后了。4月6日，爱沙尼亚在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接受爱沙尼亚邮报采访时表示，爱沙尼亚已经为乌克兰找到大约100万枚炮弹，价值22亿美元。只要盟国为此提供资金，就能很快购回。这些炮弹的型号与捷克提供的一样，既有苏式152毫米炮弹与122毫米火箭弹，也有北约制式155毫米炮弹，加上捷克之前的150万枚炮弹，足够乌军使用到2024年年底。目前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在4个领域：弹药、防空、装甲、电子战。就弹药而言，资金比弹药的供应更重要。虽然火力军之前也说过市面上弹药紧缺，但是捷克的150万枚炮弹以及爱沙尼亚的100万枚炮弹，足以说明市面上依旧有弹药，只是资金不足。之前挪威也说过，应该承认北约对乌克兰的帮助不充足，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实际支持。事实的确是这样，欧洲之前不希望从欧盟之外为乌克兰购买弹药，主要是希望将资金留在欧盟内。只是当前凭借欧盟的弹药产量已经无法满足乌军的需求，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欧盟之外购买弹药。这次爱沙
尼亚为乌克兰准备的弹药主要是来自非欧洲国家，但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只要资金足够，2个月之内就能交付。唯一的意外就是俄罗斯也在通过白俄罗斯向全世界寻找供应商，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就看谁能先凑够资金了。说到这，狐狸君想到一个问题，之前英国也满世界为乌克兰购买苏制弹药，但是得到的成果却不如爱沙尼亚与捷克这2个国家，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经过2年的全世界购买弹药，欧洲这边的苏式弹药基本上已经清空了。如果是东欧国家重启生产线的话，弹药产量也跟不上需求，所以炮弹的来源无非是之前保持中立，现在还有大批炮弹，并且可以生产北约弹药以及苏制弹药的国家。世界上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国家并不多。2024年1月份，印度国防研究院公开报道，印度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国产的155毫米炮弹，也就是枣核弹。而且印度现在的正义感爆棚，除了援助炮弹之外，还对外表示俄罗斯必须退出乌克兰全部被占领土，才会有和平谈判。所以火力军猜测，此次出售100万枚弹药的国家大概率会是印度。大家对此怎么看呢？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印度会偏向乌克兰？还记得乌俄战争开始的时候，印度还是一副中立的姿态，并且还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有合作，在俄罗斯受到制裁的情况下，依旧在俄罗斯进口石油。而印度转变态度的原因，主要还是利益。从今年开始，印度也放弃了俄罗斯的石油。火力军的看法是，因为乌俄战争的影响，欧洲与美国加紧了对俄制裁，而印度在石油上已经赚够了，再继续下去会遭到美欧的制裁。同时，俄本土遇袭对俄罗斯的石油产业也有影响。另一边，乌军弹药紧缺也创造了印度炮弹出口的市场。印度这个时候可以跟北约再赚一笔，顺带也能摆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印度也不是近期突然转变立场，在2023年的时候，印度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23年3月就报道，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的遗产，但这并不是可以保留几个世纪的遗产，它正在消失。等到军事与经济与俄罗斯脱轨之后，印度就再也没有与俄罗斯接触的理由。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支持乌克兰可以为印度带来更大的利益，一方面是俄罗斯，一方面是美欧，站哪边一目了然。另一边，乌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首次在波兰部署 F-35A。俄导弹生产困境。4月9日，英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发布消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北约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力。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 KH-101型巡航导弹，性能已经出现问题。2024年3月份，俄罗斯在南部的萨拉托夫州，也是恩格斯机场的所在地，发现了 KH-101导弹的残骸。俄罗斯不会自己炸自己，唯一的可能就是 KH-101导弹发生了故障。因为经济制裁以及急于满足当前战场的需求，俄罗斯军工产品的质量明显下降。F-35A 部署波兰。2024年4月1日，美国驻欧空军宣布将4架 F-35A 部署到波兰拉斯克空军基地，并取代 F-16执行北约防空任务。北约在2022年就启动了正在进行的空中保护任务，任务属于防御型性质，包括在波兰东部边境增加空中力量。按照美国驻欧空军的说法，这种前沿部署可以让美国飞行员与欧洲盟友一同训练和执行作战任务，从而提升北约集体防御的能力。这4架 F-35A 属于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2022年的时候，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就接收首批4架奴属于495战机中队女武神的 F-35A， 开创了美国空军 F-35A 永久部署海外的先例，取代之前从德国斯潘达拉姆空军基地部署的4架 F-16。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首次在波兰部署的 F-35A， 但并不是 F-35A 第一次部署到北约东翼。2023年，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就将 F-35A 部署到德国参加一系列演习，并且在乌俄战争之初 F-35A 就从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出发，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部署和作战，参与保卫北约领空的任务。这次美国将 F-35A 部署到波兰目的也是如此。此外 F-35部署到波兰也是为 F-16进入乌克兰做准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乌军最需要什么？如果让火力军来回答，那么答案一定是炮弹和战机。炮弹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前乌俄战场的情况就是谁的炮兵更多谁赢，而乌克兰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乌克兰现在有足够的集束弹药可以有效对抗步兵，但是缺乏可以摧毁俄军坦克的高爆破片弹药。反观俄罗斯在整场全面战争中，炮兵都占据数量上的优势，虽然说精度与射程都比不过北约援助的火炮，但是乌军没有炮弹也无济于事。
在乌军火炮攻势不够的情况下，俄军已经制定了相对有效的强攻战壕战术，大规模炮击、人力攻击和航空炸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航空炸弹。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战机发射的航空炸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就在乌军防空导弹与火炮都不足的当下，就需要 F-16对俄战线执行对等攻击。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 F-16战机无法改变乌俄战争的进程，但它们很重要。只是按照真理报的报道，俄罗斯军事观察家维克托·利托夫金表示，在首批 F-16抵乌之后，战争将迅速蔓延至波兰和罗马尼亚。按照利托夫金的说法， F-16要出现在乌克兰，仅仅依靠战机本身和飞行员的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基础设施，比如机场指挥塔、雷达站等等。而乌克兰没有这样的机场，如果北约要在乌克兰修建机场，那么俄罗斯就不会坐以待毙，准备摧毁机场。如果这些战机是从罗马尼亚或者波兰的机场起飞，那么俄罗斯空天军就会对这些机场进行进攻，局势将超越乌克兰的地理边界。当然，就火力军来看，北约不会允许援助乌克兰的 F-16在北约国家机场起飞并攻击俄罗斯，但是说不准俄罗斯的导弹哪一天就来了一次误击。2024年3月24日，一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就进入了波兰领空，波兰的 F-16紧急升空，以应对来袭导弹。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枚导弹是朝着波兰的目标飞去，它就会被击落。这段时间，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本土的袭击，保不准就会有导弹进入波兰，从而引发一定的变化。美国驻欧空军加 F-35A 部署到波兰，大概就是这方面的顾虑。俄战场之外，欧洲战场工业出现巨变，法德 FCAS 与英日暴风可能要合并。欧洲6代机项目合并，西班牙机密报网站之前发布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可能永远改变欧洲战机工业的冷巨变》，大致内容就是欧洲6代机项目的合并。3月中旬的时候，空客的首席执行官季尧姆·弗里就提及了 FCAS 与暴风的合并。按照弗里的说法，欧洲目前还没有准备好独自防御俄罗斯等的准备。其实早在2019年，弗里应该就曾对英国媒体透露，欧洲应该只有一个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希望 FCAS 和暴风能够合作。让火力军来说也是这样，欧洲想要快速增强防务力量，战机项目合并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很简单，资金不够与技术不足。首先就是资金，研发6代机难度系数超高，投资可以说是天价。FCAS 属于欧洲现在最宏大的计划，10几家企业参与，未来20年的投资可能超过1000亿欧元。目前以法国、德国、西班牙为主，暴风战机最早亮相是在2018年。目前以英国、意大利、日本为主，同样需要大量资金，而欧洲无法承担同时开展2个先进战斗机研发项目所需要的巨额成本，同时潜在市场也有限制，必须要避开狮鹰、台风和阵风3型战机并行发展，结果市场份额都不理想的问题。在技术上也是如此， FCAS 和暴风从概念模型到设计理念都极为相似，具备超音速巡航、超强隐身、超强战场姿态感知等性能。但是欧洲本身缺乏5代机研制经验，而6代机的发动机结构材料、制造工艺、电子设备技术更加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空发动机。能否研制出变循环发动机，可以说是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这点上，欧洲最好的选择就是合作。总体来说， FCAS 和暴风合并的好处很多，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平摊成本，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甚至实现加速计划的可能性。只是好处多不代表它可以实现，每个国家的需求与优先事项都不一样，让3个国家达成一致就已经很难了，更别说6个国家了。就比如 FCAS 项目从2017年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法德依旧在不停内耗，之前甚至有传言称德国可能退出该项目。不过德国却在2023年年底已经否认了这个消息，毕竟已经在 FCAS 上投了大约350亿英镑的资金，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但不能否认的是，法德意见的确不合。这点火力军之前也提到过，法国对于 FCAS 还有舰载需求，而折叠机翼、加强起落架等要求对西班牙和德国来说毫无价值。而在 FCAS 研发、建造分工、预算分配方面，法德西3国也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如果 FCAS 与暴风合并这个问题依旧存在，从操作的角度考虑，对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新飞机取代的是台风战机，类似的系统也适用于日本，因为其目标是退役的 F2 和 F15。但是法国需要适配弹射器和阻拦索， FCAS 已经考虑到这点，但 GCAP 却没有。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多国合作项目有可能出现在项目成功后引发知识产权外溢，让一些参与项目少或未实质性付出的国家从中摄取红利。除此之外，来自欧洲之外的替代方案也让这两个项目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很多国家购买了 F-35，导致各国空军的经费更加分散，结果就是 FCAS 与暴风的市场份额再次缩水。总的来说，欧洲6代机的路怎么走，最终又会走到那儿，谁也说不准。火力军是希望看到 FCAS 与暴风合并，尽快制造出6代机，从而增强北约的防务力量。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FCAS 与暴风会合并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